各位挚友，又带大家来看展啦！这次我们来到 TNTS 2024台北国际工具机展，各大厂牌云集，我们当然也要来走跳喽！开始前先按个订阅支持我们吧。首先调查一下，大家都期待看到什么呢？就是冲着这个 AI 这个主题来的。机械人啊，还有各种自动化的设备哈。主要想要看到一些比较大的厂然后有一些实际上的机台可以看，金属加工的一些自动加工的工具，有点兴趣这样子的。这些厂商如何整合所谓的车铣模复合的运用？比较想来收集礼品，老板不能看。觉得比较想看到永续多一点，因为其实智慧制造已经讲很久了。这几年最流行的产业趋势就是永续，今年大会也有这个主题，展出工具机产业节能标章得奖产品，包括各种工具机、关键零组件、节能技术等等。这边也有些机器贴起了这个贴纸，这到底是什么呢？ MATI is a global initiative of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joined to create a new standard for interfaces for data exchange between machinery as machine tools and software. We have currently about 350 partn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can welcome about 30 new partners, all from Taiwan. 其他还有什么新鲜货呢？立刻去看看。5轴同动3次元量床 Agility 是一台量测速度快、准确度高，并且还有着复合化量测能力的3次元。特别的是，它可以快速的利用 AB 轴的同动接触，并且扫略整个工件的特征。当然，我们这一次还有展出表面粗糙度的模组，那它可以透过 AB 轴不同的无角度的定位，有效的接触到特征，还有超音波的测厚模组，它主要是在量测工件的厚度。Agility 同时承载了 Rainshow 50多年来我们自主研发、自制生产的研发技术能量结晶。不论是它在整个设备的线码，还有它在针对运动控制的光学尺，或者是它无角度定位限制的测头模组，我相信它在未来，客户不论是在自由曲面的量测，或者是你有很庞大的量测产能需求，它都可以为您提出绝佳的量测产能方案。这个是我们的航运的一个回转工作台，主要的内部的配置是力矩马达，那它的最高转速可以到1000转，多曲面加工的我们都用得到。这台设备的话，主要是那个半导体，就是周边的一些自动化系统，它叫 eFan。未来因为人工缺乏的关系，所以他们都是把人力留在制造他们生产他们的主制成设备。这个是我们东台的生成式 AI 的聊天机器人，叫 T-Bot。我们会根据这次展示的几个资讯来做资料库的建立。像我们可以询问我们东台的介绍或是历史，那也可以针对这次的展机或是这次展示的介绍来去做询问。好，这个是我们台湾金机 V10 F26哦，那我们搭配的是一个协作型机械手跟一个斜盘料盘，那包含依靠自动化量测的一个外内外径的量测，内外径量测之后，它会补偿到机台里面，可以让每个工件在加工过程中都是准确的精度。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新刀具正型精密的 Vicky。今年展出的是微小径刀具以及常备的中心出水钻头。目前我们现在刀具最小做到0.1。有中心出水的，现在目前做到最小是1迷你，都有提供3倍到30倍的出水长度。哇，现场居然还有一堆美食，想吃！特派员表示想喝。哇，一个人的台菜，1颗700元。
最主要就是这台显微镜啊，它是看一些显微分析相关的应用比较多，它有加这个 EA 元素分析的功能在上面。如果你物件没摆好啊，那传统显微镜比较难去找，那我们可以用同轴落色的方式寻找它，就像爱情一样很难寻找，大海捞针。对，但目前找到了。我们去做一个执行分析，就可以知道哦，它的物质元素大概是什么。这台除了消失的爱情找不到以外，基本上什么元素都可以测试看看。我们今年的展出的重点是这个精密内密排泄机搭配2次过滤水箱，得到今年的公共机器产业金色标章。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是第一个，它在血少的时候它会降速，然后在没有血的时候它会停止加工。再来它到这个2次过滤系统排出之后呢，有更细的血它可以从里面过滤，过滤完之后它的水跟切削液可以在机器重复使用，达到节能跟环保的效果。好，那我们这一次展览的是我们 ACN 的机型，那它的特点就是3轴都是全线轨的。我们的那个模具加工上，它在一轴的反应速度能更快，还有就是说在它的那个结合面上也可以更顺这样子。那现在跟各位介绍，这是我们家的 Omni Edge 产品，就是所谓的预防检测的部分。我们的 sensor 装在线轨跟螺杆上面去做一些侦测的部分。当我们的这个机构它在做动的时候，那会有一些震动的部分产生。装在线轨跟螺杆上面的 sensor 就去抓取这个震动的特征，它会形成一个图表，帮助我们去判别说目前使用的线轨跟螺杆，它现在使用状况是不是有异常还是正常的。那么对这次的展会有什么感想呢？除了看到各种自动化设备，还有工具机方面智慧机械的提升之外，那还有一些数位化的一些应用，就是感受到我们台湾的工具机厂一直不断的进步。我们台湾的工业界的人呢，都还不知道说 AI 这个智慧化 procedure 到底是要怎么样进行，就是 ABC 嘛 ，algorithm、big data、calculation 嘛，所以说这个 ABC 要先搞懂。那我是看到很多永续相关的，比如说一些 slogan 也好嘛，或者说一些演讲，好像有看到，但是我们本身没有去听，所以不太清楚。所谓的双主轴的议题，在我的看来，它还不是真正的重点。台湾的工具机厂其实要再更努力去增加我们对于产品的运用跟本质学能的加强了。那如果机械厂能够放下身段，我相信台湾的工具机会更有未来。好啦，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